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油添醋新闻频道。今年全球的景气比较差，除了持续受到中美经济的影响，连带市场的风险也高，像是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需求下滑，科技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，陆续爆出裁员潮。而年关将近，新竹科学园区和台园科技园区，最近很多科技公司竟然又裁员了，以及必须实施强制员工休无薪假。我们将请特派记者小李子到现场了解状况，以及实地采访失业人士，为大家做特刊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，现在来到九降峰的科学园区。哇，风好大！首先为您访问到在汇宏科技工作2年的专案管理师，26岁的小美女小姐。请问为什么公司要资遣你呢？我不懂公司为什么要资遣我。我是年轻人耶，我的肝还很新鲜呢，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貌美、青春洋溢，又总是跟采购经理对着干？谁叫他买的原料价格总是比别家厂商贵？我是专案管理师，当然要为公司省钱，提出这些疑点。没想到就被采购经理吼骂和记恨。接着他就状告到老板那边，结果因为他是公司的重臣加老臣，然后我就被资遣了。总之你是记者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懂的，这家公司采购水很深啊。我了解了，谢谢你接受专访，还透露出不少公司人员秘辛。小美女，你还年轻又漂亮，相信你为人正直，人美心善，一定可以很快找到下一个更好的工作。接下来要访问的是在缩头科技工作5年的屏保经理，48岁的慢郎中先生。请问你为什么会被公司开除呢？我正值壮年，只是在工作上动作慢了点，公司就叫我走。真没想到我在公司5年多了，虽然做事偶尔慢吞吞，但我为人老实，又是苦干实干型的，也都会配合公司加班和随打电话随扣随到。另外我又是主管职，采责任制，并没有领过公司的加班费，也一向很配合公司和我的上级长官行政副总。但真没想到他这次竟然弃车保帅，为了保全他自己，就把我这个老实人送出裁员名单。快过年了，真令人傻眼。我明白了，因为你说话、思考和做事总是慢半拍，所以公司就觉得你对工作不积极，或产生懒惰的联想，进而在选择谁去留的名单上就把你开除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无论他们怎么想我，我都无所谓了。但我跟你说，明明行政副总薪水比较高，也无所事事，但只因为他是老板的学弟，又可以当公司的刽子手，帮忙砍人，所以就这样了。反正我有领到一点点资遣费就好了，我会慢慢的再赶快去找下一份工作。祝福你尽快的早日的找到新工作哦。最后为您访问到的是在群创科技工作3年、位高权重的业务部总，53岁的吴作为先生。请问您为什么会被公司裁员呢？我算中年失业了，我在公司就什么事都没做啊，然后就被公司裁员了。明明应该要怪公司的研发部门，设计不出好的产品，业务没有东西可以卖，接不到客户订单，这些不能怪在我头上吧？应该开除那些没用的研发团队，怎会资遣我这个业务副总呢？这世界怎么了？我什么事都没做，就莫名其妙被公司请走了。我能理解你的无奈，原来是因为公司没技术、没订单、没业绩，再加上业务副总在公司什么都没做，无所作为，然后就请你走人。小记者，你不能胡猜乱写啦！我都有跟客户去交际应酬和吃饭陪酒耶，而且又常常到国内和国外出差，到处跑跳，怎会什么事都没做呢？总之，通通都是公司、老板和研发那些人的问题啦。吴作为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在揣测你公司开除你的原因。相信业务副总，您在职场上算是老司机，也是很有经验的老鸟，未来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出路。各位观众，小李子特派记者为大家总结，在科学园区专访失业人士后，这
这些人在遭遇到公司裁员的状况下，应如何度过失业危机呢？以下总结5个重点，报告给大家参考。1. 上班族不限年龄、性别、职位高低，都有可能被失业。无论你是年纪轻的、壮年的、中年的、老年的人，或者工作职务是小职员、小主管、大主管，公司只要有经营不好的状况，任何族群都有机会被裁员、资遣和开除。故建议任何人都应该要保持在职场工作的危机意识感，不要变成一个被温水煮青蛙的人哦。2. 提早规划投资理财，帮助度过人生难关。在职场工作危机尚未发生前，每个人应该要学习投资理财、储蓄，以备不时之需，预防没钱过生活或无法度过失业危机。投资理财做得好，也可以让自己比较无后顾之忧，或能提前退休。例如，创造被动收入，发展斜杠收入。3. 投资自我，不断学习。人应该活到老，学到老。除了工作，也要投资自我，发展多元领域，以及学习多项技能。例如，学会运用 AI 人工智慧、远端工作人机合作模式，提升数位化转型，发展相关技能，提升自我价值，以因应未来职场新的趋势，就不怕被取代。4. 被公司开除、裁员、资遣事件发生当下，学会维护自身权益，应查询或询问主管机关符合自身权益的法规，例如资遣前的预告期、谋职假、非自愿离职证明，以及资遣后的给付资遣费核算发放的适法性，看公司是否有符合劳动基准法。另外，若经历非自愿离职后，可以申请政府3种失业补助金，包含失业给付、职业训练生活津贴以及提早就业奖励津贴等。一定要保障自己的权益。5. 把危机变成转机，平常透过好的社交与正能量的人往来，可以请现有的人脉帮忙找到新的工作，或依自备的现有的技能找到下一份工作。倘若都没有办法，也可以朝不同的领域、兴趣去发展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切记勿坐以待毙哦。纵观现代职场的转变新趋势，经济危机、职场、家庭这些议题不再只是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应该重视的议题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，朝更好的方向前进。以上是加油天醋频道特派记者小李子的特别专访及剖析，请各位观众持续关注本频道的时事报道。喜欢本频道，免费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并欢迎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